你刷视频浪费的时间，最终会变成我兜里的钱。从8月中旬到9月初，我聚了商单，什么活动没干，只做了一件事，刷视频。我不用上班，我就从早刷到晚，从短刷到长，从国内刷到国外。最后的结论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正向反馈，反而整个人都很颓废，眼睛疼、头疼，浑身没力气，特别想睡觉，满脑子浆糊。我发现当我的拇指开始上滑，我的状态就开始下滑，再滑下去我就废了。如果你也想逃离这种明知道没有好处却忍不住要沉迷的状态，那这条视频应该会对你有启发，但未必会有实质性的帮助，因为真的太难了。第一，你无处可逃，只要你还在用智能手机，你就逃不开刷视频。不是只有几个视频软件才有视频可以刷的，所有信息流、新闻类的 app 里面都是视频，就连支付宝打开之后，离大拇指最近的也是视频，淘宝、美团也一样。京东外卖的入口不好找，但是视频入口一点就有。我打开大众点评，本来是想找个餐厅的，结果莫名其妙的刷了半个小时视频。打开携程也是各种吃喝玩乐的视频，就连 AI 生产力的软件豆包，你都能在那里体验到刷抖音的感觉。更无语的是，一看到这些视频，我们的大拇指就习惯性的往上滑，然后1个小时就过去了，你根本躲不开也出不来。而且这些都是日常高频使用的软件，你不可能全都删掉吧？就算你全都删了，支付宝也删了，但是微信是不可能删的。微信有视频号，视频号是永远关不掉的，永远关不掉。点击发现页，你看我这里就有扫一扫和搜一搜，扫码和搜信息是我必用的，其他的像朋友圈、视频号我都关掉很多年了。设置通用，发现页管理，这里可以让朋友圈、视频号不显示。但是就算我把这个入口关了，视频号还是有超级多的入口，别人给你发的视频，微信群里面看到的，朋友圈里面刷到的，或者说公众号文章里面插入的，只要你在微信里面打开任何一个视频号的视频，你就可以无缝的刷到底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而且视频号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，你刷着刷着，它会自动帮你再次开启发现页的入口，你怎么逃？你根本逃不掉啊！我相信99%的人从来没有设置过微信的发现页，大家都习惯接受默认的设置。用智能手机，你接受默认设置等于接受注意力剥削。就在我写这个稿子的时候，我想再确认一下抖音能不能改一下默认设置，能不能改成双栏显示、点击播放。结果我又莫名其妙的刷了半个小时才回过神，真他妈服了！因为刷视频这个事就是100%上瘾的，它是天然的多巴胺奖赏回路，你每一次上滑带来的都是不确定性的奖赏，不确定性奖赏比确定性奖赏更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刷到的有趣视频是什么。所以抖音的厉害之处就是你只能上下滑动，永远把你锁死在不确定性的奖赏回路里，你逃不出来。像小红书、B 站、油管，你还能挑一挑自己感兴趣的，然后点击播放，尚且有一点点的掌控权。但是在抖音你没得选。而且刷视频这个事儿是同时满足正向强化和负向强化的，刷到开心的你还想刷，那这个是正向强化。无聊、孤独、不开心的时候你也喜欢刷，因为它能减轻你不舒服的感觉，这个是负向强化。然后刷视频又符合最小努力原则，我们的大脑天然的倾向于用最小的努力获得多巴胺，刷视频就是最简单的、零门槛的，所以面对刷视频你无处可逃。第二，你刷视频浪费时间，最终会变成我兜里的钱。我是靠做视频赚钱的，同时也是刷视频的，所以我对这个事儿的认知视角会多一点。先说一个扎心的事实，就是你刷视频浪费的时间，最终会变成我兜里的钱。做博主的本质就是把你浪费的时间变成我兜里的钱，那这个事听着不舒服，但就是事实，无非就是路径有一点差异，本质上没有区别。比如说有10个品牌方掏钱赞助100个博主做视频，这100个博主做视频给1万个观众看，1万个观众花时间看了视频之后，会有一定比例的人掏钱去买品牌方的产品，这个就是定制或者植入视频的商业逻辑。平台的角色会稍微弱一点，主要就是收一个服务费。像 YouTube 的贴片广告就多了一个平台的角色，品牌方直接把钱给 YouTube 这个平台， YouTube 在博主视频的开头、中间、结尾插入贴片广告，然后再按照播放量给博主广告分成。这个钱不是你直接掏给我的，但是最终会通过交易的转化流向我的兜里。博主做大了之后其实就是广告公司，比如说影视飓风就是纯纯的广告公司，通过视频这种媒介把产品信息传递到消费者脑子里，这跟电梯里的广告没有本质的区别，只不过是广告味淡一点，大家更喜欢看一点。直播打赏也一样，你能免费看性感主播给你跳舞，是因为有其他榜一大哥在掏这个钱，那榜一大哥愿意掏钱肯定不是为了和你享受一样的服务咯，那免费的只能隔着屏幕看，不能拥有啊。所以就是变现路径有差异，但是做博主的本质都是把你浪费的时间变成我兜里的钱。私域和直播带货会更狠一点，时间钱他都要。所以说到这儿，我是很羡慕老高和小莫的。你说观众花时间看他们的视频有啥实际的收获吗？对工作、学习、生活有帮助吗？真没有。
但是大家就是喜欢花时间去看，油管呢会给他贴片广告的分成，然后老高一条视频至少可以分到10万块人民币的广告收益。第三，关注圈、影响圈，老高能赚这么多钱，这个就是影响者和关注者之间的差异。博主除了叫博主、UP 主、KOL、YouTuber， 还有一个名称叫做 Influencer， 影响者，和影响者对应的就是 Follower， 关注者。这个时候就必须搬出史蒂芬·科维的关注圈、影响圈思维模型。你所有花时间精力关注的事情都可以被划入关注圈里，明星八卦、网红塌房、老美枪击、国际局势、西北老罗开战、某某雪场开板、你自家猫咪的蛆虫，巴拉巴拉都在这儿。圈外是你压根不会搭理也不会感兴趣的事情。关注圈里面的事情有一小部分是你可以掌控的，可以被划入一个更小的影响圈里。史蒂芬·科维说，积极主动的人会把时间精力专注在影响圈里面，专心做力所能及的事情；消极被动的人会把时间精力浪费在关注圈。博主做视频是在自己的影响圈里做事儿，观众刷视频是在关注圈里浪费时间。你在关注圈里花的时间多了，自然会挤压你的影响圈。我也当过 loser， 我很难给 loser 下个定义，但是我觉得 loser 有一个共性的特点，就是关注的事情太多，抱怨的事情太多，评论的事情太多，但是自己能影响的事情太少。我也关注了影视飓风，但是 Tim 在岛上还是在天上，关我屁事。看他直播就是在关注圈内浪费时间，我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去给我家猫剪个指甲、铲个屎。但是他的评测视频我是愿意看的，因为我能学到东西。那这个就是在影响圈内做力所能及的事儿。我也没有微博账号，娱乐圈的破事儿关我屁事儿。大兵不认识单依纯太正常了，他有自己的影响圈要忙活呀。我也关注了价格吹，我们也是微信好友。有些时候我看到他发的视频，如果我不感兴趣，我就不点击播放，但是我会点个赞、投个币就离开了。这个是帮朋友做个数据，这也是在影响圈内做力所能及的事儿。有个真相是，博主本身是很少刷视频的。因为他们都知道，一直都是刷视频的，在补贴做视频的，他们都懂的。第四，不要放弃主动选择的权利。当然，这里不是否定看视频这件事儿，而是刷视频这件事儿。区别就在于你是主动的搜索、选择、点击观看，还是被动的手指上滑、随机观看。手指上滑、被动的刷视频，就是你自己主动放弃了选择权，完全放弃抵抗，甚至让关注圈外的无关紧要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进入你的关注圈，占据你的时间和注意力。你被算法强行创造了关注点。其实沉浸在信息茧房里都不是最坏的，起码这个茧房是你自己创造的，是年轻人的第一套房嘛。平台算法不会让你只刷到你关注的博主的视频，所以当你刷视频的时候，你就无法避免关注圈外的事情强行破圈进入你的视线范围，抢你的注意力。美国某某某被枪击了，本来你完全不 care 的事情，但是你刷到了，你就被迫关注了一下，还忍不住多了解了一会儿。我就刷到过一条视频，他妈妈喜欢吃剩菜，然后吃出毛病了，把他这2年存的钱都败光了。这条视频光评论就有7.3万条，我手贱点开了。等我再从评论区里面出来，我操，已经过去20分钟了。还有就是被迫刷到推流视频，因为你放弃了主动选择的权利，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能看到的都是某一些力量，包括钱或者说资本想要你看的。在抖音花1块钱就能强迫40个人看过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基本上只看 B 站和油管的长视频。B 站我也设置为单栏显示，不自动播放，因为我要选择我想看的，而不是你让我看啥我就看啥。我也从来不看直播带货，我需要什么我自己会搜的，不是你告诉我我需要什么。所以手指上滑等于主动放弃选择权，等于被动接收信息源。别把主动权交出去，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有主动选择的权利。第5，上有破解之法。虽然说刷视频是100%上瘾，100%避不开，但如果真的想戒，并不是100%无解。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的避免接触。这也是福格行为模型 B 等于 MAP 里面的 prompt 提示，我们要规避这个 prompt。我们一边在拥抱 AI 时代的 prompt， 一边在逃离短视频时代的 prompt， 有意思吧？第一招，把手机藏起来。我工作的时候喜欢把手机放在电脑后面，我就看不到了，提示自然就少了。你放抽屉里也行。第二招，永远静音。我的手机一定是静音的。最重要的联系人，你可以编辑电话铃声，开启紧急来电例外规则就行。第三招，陌生来电一律不接。你放心，这不会影响你的外卖和快递。第4招，无关紧要的应用通知全都关闭，杜绝任何偶然的应用提醒。第5招，有对象的别戴耳机进卧室，静音刷视频会少很多乐趣，但效果有限。如果更狠，手机别进卧室，买个闹钟。第6招，电源键连按3次，切换到灰度模式，刷黑白的视频能显著减少对大脑的刺激，而且一般不影响工作。第7招，删掉所有的新闻类 app。我不看新闻类 app 已经超过5年了，没有任何的不同。上个月有什么大新闻你也记不住，这周有什么大事总会有人告诉你的。第8招，删掉短视频 app。你把 app 移到屏幕后面接意义不大，你可以直接从屏幕移除，需要的时候搜索使用也可以，或者干脆直接删掉吧。
我也会在抖音发视频，也会去小红书找攻略，但我都是要用的时候我就下载一下，用完了我就删掉。第9招就是微信发现页管理，关掉视频号的入口。第10招，在长视频平台做选择。B 站我设置为单栏模式，关闭自动播放，左上角的刷视频我是坚决不点，看封标选我想看的。我也经常只赞不看，所以在 B 站0播18赞是很正常。我现在基本上只看 B 站和油管的横版长视频。这10招肯定有效，核心还是减少碰手机、碰 App、碰视频的提示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只对少部分人有效，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需要短视频这种大众娱乐的，除非你有更好玩的东西可以玩，或者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这个世界太吵，别听、别看、别管，然后往前走，去做更重要的事情。人生一共4000周，这是我的第1813周，戒掉刷视频。谢谢你的时间，下个视频再见。